那所以我们就谈到了一个问题，关于伊朗所有的这一切到底是围绕着什么？在西方看来，那是伊朗要搞核武器；在阿拉伯人看来，其实阿拉伯人非常清楚的知道，伊朗搞不搞核武器，伊朗都是他们的敌人。这不是一个核武之争，这是一个地区影响力之争。那么伊朗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伊朗到底是要在做核武器呢，还是伊朗真的是被冤枉了，他根本没有核武计划？那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去断言伊朗是不是在进行核武的相关试验，但是我们可以用地缘政治的逻辑去分析一下，伊朗如果在进行核武研究和伊朗倘若没有进行核武研究，那么将会给伊朗带来怎样的结果？这对于我们认识到伊朗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应该是会很有帮助的。理论上说，那么我们去考察国际核不扩散的这个发展历史，我们确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拥有核武的国家拥有了更高的安全系数。那么无论是从美国当初的这个一枝独秀，到现在这个核武国家一共合法的全世界合法的核武国家一共有8个。那么无论是这个哪种情况，实际上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保卫一个国家免受外来军事侵略的最有效手段，那就是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那相应的，我们在考察另外一些国家在谋求核武过程当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那么比如说像伊拉克，当然伊拉克是不是在谋求核武，这是一个可以被争辩的问题。那么也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时候是他在谋求核武而不得的时候，那是他处于最危险的状态。那假如你突破了核门槛，你反而就变得安全了。这样一个逻辑不只是伊朗知道，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其实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当年走过的路程是一样的。从核武的逻辑来说，那么突破了核门槛确实是一个国家谋求自保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另外一点就是拥有了核武器，则是获得地区影响力的一个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加分器。只要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在地区它就拥有着与众不同的影响力。可是这样的一种影响力，它其实是双刃剑，因为它既可以保卫你的安全，强化你的影响力，提高你的地区事务的发言权，同时也会激起别的国家的情绪，那么促使这些国家去奋起而直追，去实现平衡。那么这一点在中东尤其的复杂，因为我们可以去回顾一下世界上的核武发展历史，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我们不算，因为5大国和5个最初的这个核国家，那么这是可以划等号的，它是国际权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来源，至少是国家硬实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支柱。那么这5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核平衡是国际性的，而其他的核国家的核平衡其实往往是地区性的。那么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在追求核武器，在他们的核武发展历程中似乎并没有引起这么复杂的地缘政治波澜。那原因在于说，大家都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分别是瞄向对方，当然印度的核武器有可能瞄向它的北方邻居，他们本身不具备地区以外的性质。在本地区内，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是在南亚地区内，也没有任何国家有可能去仿效这2个国家去追求核武计划。因此这样的一个核扩散到了印巴也就结束了，所以它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波澜和争端。但在中东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伊朗追求核武，倘若伊朗追求核武，它会引起一个必然的连锁反应，那就是在本地区还有其他的一些跟伊朗地位类似的中等强国，他们会受到伊朗核武计划的刺激，而纷纷的开展自己的核武计划，比如说土耳其，比如说沙特阿拉伯，比如说埃及。那么很难想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伊朗的安全会更有保证。就是如果伊朗去研究核武器的话，结果必然是导致它周围有一大堆国家迟早拥有核武器。那这对于伊朗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对于伊朗的安全又意味着什么？那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就是，它可以使以色列干脆亮明底牌，公开声明自己是拥有核武的国家，从而获得了一个完全不可触动的地位。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针对一个拥有核武国家的大规模进攻性作战。那么以色列倘若有了伊朗的这个核计划作为理由，就可以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核武国家，那就中东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又奈以色列何？显然承认自己拥有核武对于伊朗就长久安全来说不是一个好事儿。这也就是为什么伊朗反复强调自己的核计划是民用性质的，伊朗不承认自己在搞核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一旦伊朗承认了自己是在研究核武器，它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安全后果是伊朗所不能承担的。
那么伊朗到底在要什么？如果伊朗不要做核武器，他为什么要一个劲儿的就是国际制裁于不顾，冒着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风险去开发自己的核计划？难道仅仅是为了拥有民用核电站吗？答案显然也不是这样。伊朗真正的目的在于说，他要让世人相信伊朗是一个可以制造核武的非核武国家，就是他要让全世界相信他是一个出于善意不制造核武器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根本没有核能力的国家。只有处于这样一个地位，他才在中东具有了卓尔不群的独树一帜的影响力，并且具有了和以色列平起平坐去举行中东无核谈判的能力。这种谈判绝不只是瞄准于所谓无核区的，它意味着地区影响力的顶峰。假如伊朗率先让全世界都相信伊朗已经进入了核临界状态，只是伊朗出于善意或者出于其他任何原因拒绝制造核武，那么伊朗就可以据此而提出要求在中东实现无核化。那么在这个无核化谈判，不管这个谈判是倡议还是现实，那么有资格参加的就只有伊朗和以色列。那这样的一种谈判就不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谈判，就变成了犹太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谈判。那么谁是伊斯兰文明的统帅和发言人呢？那当然就是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教由此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辉地位，这才是伊朗真正的目的。